再有几天就是国内的十一长假了，大部分的朋友肯定都是早早的规划好了行程，买好了机票。有些朋友因为种种原因还没来得及订票，现在打开订票软件看到的机票肯定都是很贵的了。那现在还能买到便宜机票吗？正好最近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问，啥时候买机票更省钱呢？或者说机票价格的变化规律是啥样的呢？今天咱们来简单聊一聊。机票是一个很特殊的商品，它的价格变动非常的频繁，很多时候订票时机的不同，或者是出行日期不同，价格差距往往巨大。在国内，由于受到了文化传统的影响，大家很多是选择在春节或者十一假期来探亲旅游，导致机票价格波动特别大，下手只要稍微晚一点点就可能多花钱。但总体来说，机票价格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。机票的价格可以说是航空公司与乘客之间的一场心理战，它最大的规律就是当前的销售进度不及预期的时候，航空公司或者代理商就会降价，反之则是一路高涨。在每年的10月底到12月中旬，以及春节后到3月下旬，通常是国内机票最便宜的时候。这个时候大家出门较少，飞机上一般都会比较空，而整个暑假期间的机票价格都很高，通常是从7月中旬开始，持续到8月底。但是在8月底往往会出现便宜的票，大概是从8月28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。如果想见缝插针的带孩子们在暑假期间出游，其实可以利用这个短暂的空档。春节期间国内机票价格肯定是特别的贵，一般是节前从腊月23开始逐步上涨，除夕达到了顶峰，回程高峰则是出现在假期最后的1-2天，所有的返程机票都很贵。但是由于人们假期中间出行很少，初2到初4这3天经常有便宜的机票。实际上在民航铁路这几天往往也都减班，因为路上的人实在是太少了。11长假制度由来已久，它的特点与春节又有不同。与春节相比，11假期旅游的人更多，返乡的人相对较少，所以旅游航线会全面暴涨，例如云南、海南、新疆、厦门等等。商务航线则不会很贵，例如今年11当天从北京去上海，现在要买单程裸价只要600元。但是一些平时的小众航线，例如长白山、安顺和衡阳等地，因为有名气较大的景点，反而价格会很高。11长假与春节长假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两头贵中间便宜。以北京到厦门为例，11当天的直飞最低价格现在是1080元，10月3号则降到了650元，幅度很大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观察，航空公司其实也只有1-2天的红利，而且都是单向客流，赚钱也很不容易。不过即便是这样也算是好行情了，也值得航空公司和代理商们期盼。他们往往会先将价格顶到很高，如果总是揽不上客人，则逐步下降，直到客座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再死守高价。在最后的3-5天的时候，刚需的乘客会花高价买票，实现基本满仓。每年的这个心理战不见得谁会赢，有时候价格会一路高走，多数的时候还是波动上行。行情不好则会波动下行，甚至07时还会有更便宜的机票。所以提前买不见得沾光，最后买也不见得吃亏，全凭运气。如果能够提前规划、提前买票，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。买了机票之后又发现它降价的事情经常也会发生，我们也曾经多次遇到过。比较好的一个办法是提前1个月左右购票，因为这个时候就算不是低谷也不会买在高峰。总之多了解了解机票市场，了解了解机票价格的走势，即便这次买不到便宜票了，也为今后增长了经验，下次应该就能买到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还有什么买便宜票的心得经验，也欢迎大家分享交流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